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小鱼儿。那今天呢，主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关于 SEMrush 的一个详细的一个教程。那么这期教程主要是教大家如何使用这一款强大的一个搜索引擎优化工具。那你掌握了这款工具，就可以让你的网站呢在谷歌的搜索结构当中脱颖而出。那么相信这个SEMrush 的话，很多人呢都已经并不陌生了，可能也听过很多关于它的一个介绍。但是呢，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分享的不仅仅是一些基础的一些使用方法，我还要告诉大家呢，怎么样帮你们的网站呢找到最好的一个关键词，或者怎么样去优化这些关键词。除此之外呢，我还会教大家怎么样使用SEMrush 为你的网站呢进一步提升你网站的一个排名。那另外的话，还可能会存在一些潜在的一些问题。SEMrush 的系统它是专门从事关键词研究、竞争对手分析以及谷歌广告活动优化的一个工具。SEMrush 的话，它呢是由两个我们可以看到它是由两个单词组成的。那么前面的 SEM 呢，就是一个搜索引擎营销的一个缩写，而后面的一个单词呢，它的意思呢是抓取的一个意思。所以这两个单词结合在一起了嘛，我们就可以发现，那这个 SEMrush 的话，它呢是针对这个搜索引擎营销、谷歌广告这一块研究是比较深入的。那我们做网站的话，这个工具呢，建议大家呢一定要使用上，并且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呢，这上面显示的所有的呢，它都是一个中文 APP 的链接呢，我已经放在下面的描述栏里，建议大家呢可以打开，跟着我呢一起来操作啊。大家可以先暂停一下，去描述栏找一下链接。那么我们鼠标回到右上角，这里有个语言，看一下这里面有英文有日语这些什么的，韩语这些你可以选择一个你比较看得懂的一个语言，我们就直接开始。那大家先把语言先设置好。这个 APP 的话，它是提供一个7天的一个免费试用。你第一次进来的话，如果说你想使用它的全部功能的话，那你可以注册一个账号来进行一个7天的一个试用。建议大家呢可以来先试用一下。这个怎么注册呢？其实也非常简单，我们点击这个上面的右上角的一个注册按钮，这里注册方式可以看一下你可以选择用电子邮箱也可以选择用你的谷歌来登录我就点谷歌，选择好一个账号，点一个继续。 OK， 这里呢我们就直接进来了。那其实这个谷歌账号也是非常好操作的大家如果说没有一个账号的直接去谷歌购买一个谷歌的一个账号就可以。好，接下来呢，他说要来定制你的一个流程提供一些关于你自己的一些详细信息，帮助我们让 SEMrush 与你的一个需求相匹配。这里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来进行一个勾选。你今天为什么来使用这个工具？这里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点了之后点下面的一个继续。那么你在营销操作方面的经验如何？这里大家可以随便选，点击下一步。你的公司有多少人，包括承包人这里呢大家也可以随意选点下一步。那你从事 CEO 多久了你可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填填完又点继续。那接下来呢就选择试用套餐PRO， 这里有个 PURU。 那这儿呢建议大家我们来试用的话选择这个 PRO 就可以了，这个呢就已经差不多够用了。那么这一步呢，大家一定要选一个免费试用。可以看到不管是哪一个套餐呢，它都可以免费使用7天。如果说你不选，后面里面有很多功能呢，你都使用不了，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先选一下。这里选好之后呢，可能会填到你的一些信用卡的一些信息7天以内的话，它是不会扣款不会要求你付款你到第6天的时候呢，就可以去这个里面取消掉这个信息取消掉这个付款就可以了它也是不会扣你的钱。这个呢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的去取消一下我们前期的话就是只是试用一下。 OK， 我们选中这里点一个免费试用。那么这个 SEMrush 的话，它的一个功能真的非常非常的强大。它是一个一站式的网络营销平台，但是它最擅长的话还是一个 SEO 的一个工具，等会儿给大家讲。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输入我们的一些
信用卡的一些信息。所以说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一个套餐，到这里来进行一个输入一个卡号啊。在这里如果说你是7天试用的话，它是不会扣你的钱的。我们在第6天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来把它取消掉，因为前面几天只是一个试用。那选好之后呢，就会来到这样一个付款页面，填写一个银行卡的一个页面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今日的价格它是0元，可以看到这是0元，所以我们放心的输入就可以了这里你可以用你的一个信用卡输入你的卡号还有你的一个有效期包括这个一个 CVC 也是银行卡上面的一个号码一个3位数，一个持卡人这个卡的人的一个名字。 OK， 那完了之后呢，就点一个立即试用，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登录进去。那登录进来之后呢，那后台的界面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这里可能你一进来呢，它显示的都全部是一个英文如果说你不想看英文，因为看不懂，那我们在左边左上角这里可以看一下，我们直接可以给它改成一个中文在这里有个中文。 OK， 看到这里就全部都调整为一个中文了非常非常的强大。那它是一个一站式的一个网络营销平台，那它最擅长的呢，就是一个 SEO 的一个工具。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第一个 SEO 的一个信息中心，除了一个 SEO， 它还有下面可以看到本地广告，还有一些社交媒体、内容营销，这儿还有一个营销公司的解决方案等等，它的功能是非常的多。那么我们今天重点着重讲的呢，就是上面的这一个 SEO。 可以看到这个 SEO 里面呢，它包含很多这个里面它包含很多东西，比如说一个域名概览自然搜索、关键词差异、反向连接差异、关键词概览、反向的一个链接分析，还有这里批量分析、商家的信息管理等等这里非常的多。那首先呢，我们就先来到第一个工具，那么就是这个关键词概览的下面这个，那这个呢叫一个关键词，叫关键词工具。这里我们这个工具呢是我们平常用的一个工具，也是使用最多的一个工具。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上面来搜索一个关键词，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最近非常火爆的一个 AI 工具，那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搜索一个 AI TOIS， 后面可以看到在这下面这里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国家，这下面你可以看到它也是有非常多的一些国家可以选，你也可以选择你的一个国家但是中国大陆的话，它目前是不支持的。有一些个别的一些小公司呢，它在使用这个工具那但是这个呢，它应该都是做的一个外贸做的是一个国外的一些网站。如果是做国内网站的话，那这个网站可能就不太实用它主要是做一个外贸的，做独立站等等。那如果说你做的是一个英文网站，那这个网站是比较适合你的。这里反正大陆不支持你选一个台湾、香港都没有问题。日本这些瑞士这些看一下，阿富汗、韩国这些都有。比如说我们就选一个中国台湾，那建议大家呢最好还是选一个美国吧，因为我们主要是做的就是一个英文网站。那选择好之后呢，就点击这个后面这个搜索按钮，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搜索的结果。好，可以看到这里所有关键词有17522个，包含这个 AI 的它一共有接近2万个关键词。那后面可以看到这里还有一个总搜索量有616000多，它的一个平均 KD 的话是43%。那这个 KD 是什么意思呢？ OK， 这里呢我们都可以直接问 GPT 我直接问它这个 SEMrush 里面的一个 KD 是什么意思，那么它直接告诉我了，这个 KD 呢是一个缩写的一个单词，它的意思呢就是一个关键词的一个难度，表示呢某个关键词在搜索引擎结果页中排名的一个难度。那往往这个 KT 呢以百分比的形式呈现，数值越高呢，代表该关键词的竞争程度越大越高代表越大并不是越高越好。 OK，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下面呢有一个 KD 一个百分比的一个大致解释一般的话在0到29%呢是属于一个低竞争，比较容易排名，30呢到49呢是中等的一个难度
50到69啊，这个是较高的一个竞争。那么更不用说70到100就是非常高的一个竞争了。那我们去做一个 SEO 的一个搜索引擎优化的时候呢，如果说你想要获得一个排名的一个难度，那么它的一个数值最大是100。如果说你看你的数值太大的话，那建议你更换一个关键词，那么这个可能做起来就有点难。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它上面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参数。首先呢，这里是一个关键词，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一个关键词。第二个，这里是一个意图，这个呢是一个搜索量啊，后面是一个趋势啊，这就是一个，后面是一个竞争啊，这个 USD， 最后是结果。啊，这个最后呢是什么时间啊？一个时间。那如果这里你的英文比较好的话，建议你可以直接使用英文啊。只有英文不好的情况下呢，你可以翻译成一个中文。那因为用英文的一个原版呢，它来理解啊就更好理解。比如说，就像这个意图，这个意图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它里面有包含一共是有4个值，有哪4个值呢？有 C， 有 N， 还有一个 I， 还有一个 T 啊，这里没有显示出来。OK， 这里呢我都可以直接用 GPT 啊，用 GPT 的一个好处就是有任何问题你都可以问它啊。我这里用的是 GPT-4o， 如果说你还没有一个 GPT 啊，相关链接呢我都放在了描述栏啊，大家可以直接去购买一个成品号。那包括这个 Semrush 的一个链接呢，我也放在了描述栏啊，建议大家可以先点进来啊，你要跟着我一起才能它里面的一些功能。OK， 看到这里了，它一共有 INCT 4个。那么同时呢，在这个 Semrush 里面呢，它自己也有一个啊，可以看到了，在这个资源里面啊，在这个知识库里面呢，它也对这些功能呢有一些介绍。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看一下 I 是什么意思。那这个 I 呢，它是一个信息型，用户呢他可能在寻找一些特定的问题的一个答案，这个I 呢就是它的一个缩写。 N 的话可以看到，这个 N 它是一个导航型，那么就是用户的意图啊是想找某个特定的网站或页面，他们可能已经知道品牌或服务的名称了，并直接搜索特定的一个网址啊，比如说一个 Facebook 啊或者亚马逊。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我要去买一个扫地机器人啊，我想买这个牌子的，那我可能就会直接的去搜索小米扫地机器人，目标呢是非常的明确啊，就找一个特定的一个物品或者一个网站。那这个 C 它是一个商业型，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呢，它 C 呢显示很多。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用户呢他处于购买决策的一个研究阶段啊，比如说是你要买某一个东西，在买之前呢，你肯定是要去查一下啊哪个牌子好，或者说它有什么功能。那这个呢属于一个研究的阶段啊，可能正在比较产品啊，比较它的服务或者品牌，但还没有准备好立即购买。比如说呢，他会去搜索一个，比如说啊最好的笔记本电脑品牌啊，或者说比哪个牌子与哪个牌子。那最后一个呢是一个 T 的话，简单的说呢，它就是一个交易型的一个缩写。这个呢就相当于已经要转化在这4个关键词里面呢，那这个呢是属于最好的一个关键词，证明呢它已经马上就要购买了，并且呢它已经寻找到了一个购买的地方。那它呢要在啊，比如说eBay呀、亚马逊呐，它要在这个里面去购买了，所以这个 T 啊，它是非常关键的。T 啊，就是一个转化。那在这里呢，可能有很多朋友又开始好奇了，那有的它又有 I 又有 T 又有 N 又有 C， 那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这里同样还是可以问一下 GPT。那么又有 I 又有 C， 那这个又代表什么呢？我们再来问一下。那这里呢，他就说了啊，这个呢又有 I 又有 C 呢，这意味着用户的搜索呢是混合的。那 I 呢表示用户呢在寻找某个话题的相关信息，想要了解或学习。那 C 呢表示用户可能正在处于购买决策的早期阶段。当这2个同时出现的话，说明用户呢可能在进行比较研究啊，正在准备为未来的购买呢决策做准备。像这种情况下啊，比如说这里出现了一个 T 的话，那刚才也说了，这种呢基本上它就准备成交了啊，我们就不关注它。我们重点要关注的呢是这个 C、I， 那还有这个 N 的话，一般关注啦也是非常少的啊，没有太多去关注它啊，因为它在找一个特定的一个关键词。那比如说啊，
准备买一个电脑，我就买苹果的，其他的我不考虑，那它就直接就引导到别的网站去了。所以呢，这个对我们来说啊，我们可以不需要去关注它。所以经过很多一些做网站的一些那些大咖们的一个经验呢，所以呢，最终呢最关注的呢就是一个 C， 还有一个 I。那这个 T 呢是大家最喜欢的，因为已经要成交了或者成交了。相比之下，这个 T 的话，它更高于这个 C 的一个转化。那大家也不要理解的太过于复杂了理解的简单一点就只要去关注一个 C 和 T 差不多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前期的话，一些新手网站的话，如果说你要转化某一些客户的话，你可能重点还是要关注这个 T。它虽然说搜索的一个流量不多了，但是它转化呢是非常的高。当然了，大家还是要考虑一下这个关键词它也是非常重要的。它的流量一个大小，这里有一个搜索量。那这个搜索量呢，它可以看到上面有写，它是指12个月内针对特定关键词每月平均搜索量。这个是平均每个月的一个搜索量，它这个里面只是一个平均数。那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平均的一个搜索量像这种大家其实看它的一个趋势就能看得出来这个关键词它的一个流量好不好。那如果说你这里关键词没有跳出来，那么我们可以点这个后面这里有个设置按钮你可以把这些关键词呢给它调出来勾选一下就可以了。那在这里看呢，我们一般看哪一种看我们的这个关键词好不好，我们就看着后面的一个趋势就能看到。有的呢它一直都非常的低，看一下它就没有什么起伏。那还有的呢，这种呢都是属于比较稳定的包括这种呢它也是属于比较稳定的，还有这种。那这种呢就可以看到前期呢它是没什么流量的没有什么它的流量是很少的这里突然一下起来了，但是又下去了。像这种呢我们基本上就不用去关注它我们要关注的是什么呢？比如说像这个突然一下起来了，后面我们看一下它是不是一直起来。那还有我们要关注的就是这种比较稳定的增长的这种关键词，那证明呢它这个呢是非常好的一个关键词。像有的是长期这种没什么流量的这种我们就基本上就可以把它直接过滤掉了。还有一些呢是就像这个第一个突然一下起来了，我们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 KD 呢就是一个关键词的一个竞争度，它就是它这个关键词的一个困难程度。前面给大家解释过了一共是最高是100如果说越高的话，代表这个困难越困难。这种往红色走了，它就是比较困难的这种如果说你是一个新的一个网站，那你就要去想在这个谷歌里面呢去获得一个排名。如果说你是这样子的一个红色的，那基本上就非常的难，你可以直接 pass 掉，就不用考虑了，因为基本上这个是拿不到排名的。那如果是这种黄色的这种呢，可能是还有机会，这个数值比较小，50以内的话，或者说30以内，像这一个30多一点，作为一个新的网站，你可以去争取一下这个排名，这个呢还是有机会的。再往后可以看到这里一个 JPC 它就是有很多的广告商呢，他在谷歌投放广告的时候呢，他们大概的一个出价这个 CPC 是这个意思这是他们的一个出价。那出价越高的呢，可以看到像这个出价这下面还有个出价5块多的，这个是带 C 的，这个是出价比较高的。这里呢还有比较低的，看一下0.26的出价比较低的也有。刚才其实也跟大家讲了，其实我们重点要去关注的是一个 C 或者说是 T 这两个关键的词，一般的出价呢就会相对于高一些可以看到这个 C 它的一个出价呢还是可以的。C 它出的价看一下是2块多这个时候呢它出价越高，那么谷歌呢就会越把它往前靠。那如果说你发现了一个关键词，它又带 C 又带 T 但是出价非常低，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去投广告的话，那你就可以选择这个关键词，因为它竞争还不大。这接下来这个是一个竞争的一个激烈程度，可以看一下怎么说呢？如果你看不到这个，还是同样的，我们点这个管理这里有个设置管理，你去把它勾出来这里看到没有，竞争激烈程度，把它勾出来。勾出来之后呢，那我们才能在这里看到它的一个数据，它是一个从0到1之间，那1代表的是它的竞争程度非常的高。看一下基本上有这个已经是0.59了，这个是有点高了。所以在投放广告的时候呢，它可能这个词
就非常的难。所以呢，大家根据这个来分析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该怎么样去投放广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CERP 的一个精选结果。那么这里呢，就直接问 GPT 啊 ，CERP 是什么意思呢？它就告诉我们，这个呢是一个自然搜索的一个结果。这个里面它一共呢是有几个，第一呢是自然搜索结果，第二呢是付费广告通过，第三个是特色摘要，还有一个知识图谱啊、图片、视频等啊。那我们在这里面就可以看到啊，这里面呢它有图片、有视频啊，搜索相关的一些搜索，这个后面就是它的一个搜索的一个结果啊，在这个后面就能看到。后面呢是它的一个更新时间啊，可以看一下，有的是1周啊，有的是2周前，有的是最新的更新的，看一下，有的是上个星期的，有的是2周的。那么当我们了解了这些基本的一些概念以后呢，接下来呢进一步的去筛选出那些啊比较适合我们的一些关键词啊，因为作为一个新网站啊，或者说你想优化你的网站，那你肯定要找一些竞争程度不高的一些词，搜索结果比较少的一些关键词。那我们怎么样去进行一个筛选呢？那首先第一步啊，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上面呢，它是有一个筛选的。那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来搜索一下这个 KD， 就在这个位置点一下。那刚才也跟大家讲过了，越是靠近100的，它就是最难的。如果你是一个新手的话，你想寻找一些竞争程度比较低的词呢，那我们就考虑这个0到14%，这个80到100%，这个非常困难，这个我们基本就不要去看了，我们就点一下这个看一下。那这里呢是搜索的一个结果啊，它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关键词，基本上可以看到这里都是绿色的哈，显示的都是绿色，那就说明呢这些词呢，目前为止还是非常容易的，我们是有机会去获得一个排名的。这里可以看到找到之后呢，这儿我们看到这前面的关键词呢，我们就可以去找一些啊，去优化一下这些词。我们要看这种呢，这种啊，它已经起来了啊，这种慢慢的趋势已经起来了，或者说这种持续往上增的一些词，那是什么词呢？竞争程度比较低。KD 的话，那么这个呢，我是搜索的是一个 AI， 那这里大家大可把它换成其他的啊，你销售的是什么产品，那你就可以去把它换成跟你相关的一些产品。那我这儿只是演示啊，所以大概呢这个意思呢大家明白就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像这个词语就还可以啊，这个词语它是点一下看一下啊，它是还只有一个7%，那还有这里还有一个只有4%啊，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趋势后面它的流量就不行了，这种我们就不考虑，我们看这种就起来了，它后续可能会比较稳定，而且我们也要看一下它的一个基本上是还没有人出价啊。那么这个关键词你觉得好，我们可以这里看到这前面呢它有一个加号，那我们把它勾选一下，把它加到我们的一个列表里面来。更低哈，这个我们也可以把它加到列表里面来。这里你可以选一些好的词啊，我们选好之后呢，我们需要优化啊，到我们的一个优化的列表里面。那么你可以把你很多词语好的词呢，你把它全部加起来，加到你的这个列表里面。如果说你在这里面没有找到适合你的词呢，那你可以把这个 KD 呢程度呢，可以把它再提高那么一点，比如说15到29，这个时候它的搜索量呢又会出现不同的一些搜索量，一些关键词。这个的话相对于刚才呢，它的一个竞争的话就会稍微难一点。那我们可以接着在里面去找一些关键词，去找这种它正在增长的一个词，点击这个加号，把它添加到你的关键词列表里面去。那么可能有的词呢，它还非常的少。如果说你还想找到更多的一个词的话，你可以到谷歌里面去搜索。我们到谷歌里面来搜索一个 AI 工具。那这里建议呢，把它还是翻译成英文哈。我们到这儿来搜索一下，看一下。那么你到这里面呢，可以看到来找一些关键词啊。这儿我给大家翻译一下，看一下。有一些 AI 的一些东西，你看一下啊，在这里面呢，它也有很多的关键词。看一下，这里面它有很多的关键词，你可以直接去选一些关键词，这里面非常的多啊，也都看得非常的多。大家可以到这里来找一些相关的一些关键词。那你任何的一些东西，你都可以到谷歌里面来搜啊。一般在出现在第一排的这些关键词了，都还是非常不错的。完了，这下面还有第2页、第3页。
在这上面输入你的一个关键词啊，就能搜出来很多相似的一些关键词啊，这个也是一个找关键词的一个方法。OK， 这个工具讲完了，接下来呢，我们来讲另外一款工具。这款工具可以帮助你呢了解你自己的关键词与你的一个竞争对手的一个进行的一个对比。我们鼠标回到左边啊，在这里呢有一个 KEY 啊，这个 GAP 这个工具。那么如果说你想看中文呢，我们这里可以把它点这个给它翻译成中文，这个关键词差异，再我们点击一下，翻译过来呢，它就是叫一个关键词差异。那它有助于就是你的一个比较与你的竞争对手关键词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在这里呢，你可以搜索啊，在这上面可以搜索你的相关的一些关键词。首先呢，我们在这个上面呢，先来添加一个网站域名。那今天呢，我这里呢，因为是演示啊，就很随便的拿2个网站来举例子啊，主要是给大家演示。这儿比如说我找一个 Shopify，OK， 我们就 Shopify 前面的这个链接，我们把它这儿，后面的就不用啊，我们只需要前面这域名。把它粘贴到这里，那么我们把这个域名网址给它输入在这个里面。那这里面的话，它是可以查询任何网站的一些信息。在查询之前呢，我们可以先来到左边，这里有一个，我这里先给大家返回一下，显示一个原文啊，它上面的有一个自然搜索，这里呢我们点击一下这个，这儿我们就还是拿这个 Shopify 给它网址给它输入到这个里面来找一下它的一些竞争对手。那这里我们就这里直接点击这个，接下来呢它会告诉你啊，下面啊可以看到它会告诉你的一些情况，因为你在优化之前呢，你首先需要了解你的竞争对手它的网站的一些情况，并且呢你的竞争对手它有哪些网站。接下来我这里全是英文哈，我们在这里呢可以看到这里有个竞争对手，我们点击一下 OK， 这鼠标往下拉，那这下面呢可能是其他做网站的一些平台，比如说这个 Wix， 那么还有这个 Overland， 这下面呢还有 Hostinger 等等啊，这下面可以看到这里非常多啊，下面这里有 Hostinger 啊，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些呢都是一些做网站的一些链接。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找到你的一些竞争对手啊，可以这些呢它都可以说成是我们的啊，因为 Shopify 它也是做网站的，那么这些平台呢，它也是做网站的，它都可以算成是 Shopify 的一个竞争对手。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进一步的分析。回到鼠标，回到上面，我们点击这个打开啊，在另外一个窗口打开。OK， 在这里呢，我们把竞争对手的一些链接呢，就可以给它加到这个里面来。这个下面是专门添加竞争对手的链接，比如说我们回到啊，刚才这里已经显示了，这些就是我们的竞争对手。我想要这个链接怎么办？我们点这一个有一个箭头符号，点开之后呢，这个上面呢它的一个域名一个链接，我们把它复制一下啊，我们给它粘贴到这个里面来。好，可以看到这个下面它还可以再接着添加你的一个竞争对手。那我们点这个加号，那在下面它可以看到它给了我们一些网站的一些名字哈，比如说这里有个 Hostinger 啊，没有啊，这里有其他的一些啊，比如说这个我们也可以给它加进来。那下面还可以加2个，看一下，这里加一个 Hostinger， 我们还是点这个，这个是 Hostinger 的一个链接，复制一下。那这个 Hostinger 就是专门卖主机服务器啊、域名这些的啊，它也是里面也 AI 建站、建网站也都是可以的。都是 Tinger 类给它加进来。那这个前面可以看到少了一些东西啊，我们把这个3个 W 这里复制一下，把它加到这个前面，这里差了一个点。那这是我们的竞争对手的一些网站就全部加进来了。那这些呢都全是我们的一些竞争对手，因为这些它都是做网站的。那么我这里呢只是简单给大家举例啊，如果说你是要用其他的来要来搜索你的一些竞争对手，比如说你是做女装的呀，或者说你是卖一些什么虚拟产品的呀，或者说什么电子书啊，或者说是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类型的一些，你也可以啊把你竞争对手的一个网址，大家都知道网址就是在这个最顶上这里，你把它网址搜索，把它复制一下，把它粘贴到这里面来，你一样的可以来对比你的一个竞争对手。全部加进来以后呢，在这下面可以看到，你可以选择一个地区啊，你想分析哪个地区啊一个竞争程度，这儿我们就直接就选择一个美国。选好之后呢，就直接点这个按钮。选好之后呢，你就可以直接在这里点击一个比较。这下面呢，它也有告诉我们啊，输入你的竞争对手最多可指定5个域名，就是这上面啊，我们每次最多可以添加5个链接，可以获取一个包括他们参与排名的所有常见或独特关键词的一个列表。那么这里呢可以看到呢，我们每一个域名的前面呢，它都有一个颜色，那么这个每一个颜色它都代表一个网址。
这样呢，我们在分析的时候不会重复。当它出现绿色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哦，它这个呢是Wix 的它的一个比较啊。这下面可以看到它这里也有啊。也会用这个颜色标示出来，那么呢，你就可以经过它的一些比较，你可以看得出来它的一些重复量它重复的多不多关键词包括有很多可能都是我们自己独有的一个关键词，或者说呢和他们的重复呢比较少的。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选择关键词的类型，在自然搜索、付费搜索的这个关键词之间去进行一个切换混合这些类型看看它们如何交叉，并且呢评估你的 SEO 和 PPC 的一个工作。那么这里可以看到一个颜色呢，它代表一个 APP 一个平台那么你可以看到它在里面的每个颜色代表的是不同的网站，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排名。那这里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关键词的一个排名它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情况可以找出来具有最大关键词配置的一些竞争对手。那么你也可以创建你自己的关键词主列表，帮助你来击败这个竞争对手。那么这个工具呢，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讲下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呢叫做 Beller， 我们看最后一个英语，那也是叫做一个关键词管理工具。进来以后呢，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界面呢就是这样子的。这里我给大家翻译成一个中文，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使用现成的关键词呢，可以吸引更多的流量。那么你可以在这里可以直接输入你的种子关键词它也是同样可以输入5组关键词。那我就在这里输入一个 AI 构建器你可以再输入第2个、第3个、第4个，可以看到这里了，它一共是可以输入5个关键词。那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分析的一个关键词。那么这里呢，你可以直接选择一个国家你想要看在哪个国家看这里点击一个创建。那点击这个就可以去创建这里还是需要给大家翻译成一个中文。这里呢，我们可以创建列表，同时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它是怎么样来进行一个分析的。这里我们点这个查看样品列表它就会带我们来到这样一个界面，可以看一下。这里还是给大家切换成一个中文。那这儿鼠标我们可以往下拉，这下面你就可以看到这里面呢就是一些关键词包括一个排名在后面，关键词意图它的一个 KD。那你还可以在这个上面搜索一个关键词，可以在这上面进行一个筛选。那么我们知道这个 KD 越高的呢，代表就越困难，越低的呢，它就这个关键词呢就有很多的一个排名机会。这里我们选择一个这个看一下，第一个它是高排名潜力，是非常有潜力的，我们点进来看一下。那么这里你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意图，有 C 有 IA 有 T。那刚才我们也说了，我们在这里我们要找一个带 C 带 T 的，我们重点关注的就是一个 C 一个 T我们要找这个带 C 带 T 的，因为这两个它是离成交转化是最近的一个词。这个 C 下面带 C 的非常的多可以看一下，比如说最好的20英寸3D 车带 T 的看一下这个20辆儿童自行车，这里20英寸青年自行车，那这些都是接近转化的一个关键词。比如说我们今天呢，我们就关注这一个词，那我们可以再点一下它又会跳转到另外一个页面。可以看到这里呢，它又带我们来到这个界面，这个呢就是对这一个关键词呢进行进一步的一个分析。那这还是给大家翻译成一个中文，可以看到最顶上就是刚才的这个关键词20英寸青年自行车，它的一个关键词难度可以看到这里是非常简单。那么这里还有包括它的一个变体20英寸青少年自行车20英寸青年3D 自行车这个是它的一个变体，一共有这里可以查看一下，有36个关键词。点一下呢，它还会跳转看一下，那它又带我们来的进一步的分析，看一下这些关键词，看一下这些关键词在这里看它的一个意图这两个就已经接近快要下单了。KD 呢是6%这个是排名呢非常有机会的可以看到这两个都是。那么这里这个词语，比如说我们想要优化它怎么办呢？那我们可以打开一个谷歌，这里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无痕模式这我们把这个谷歌打开，我们在这里搜索这个20英寸青少年自行车，我们点一个搜索。OK， 那么你可以看到在这个下面呢会搜索出来相关的一些关键词它们的内容形式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面一些排名靠前的这些关键词网站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形式
我们看一下它展现的一个方式。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排都是一些相关的关键词啊，它能排到谷歌的第一页呢，那证明这些关键词呢都是非常不错的。这里呢，我们甚至可以点开一个看一下。那么我们可以这些链接我们可以点进来看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些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来展现在这里的。那等会儿呢，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有一个大概的方向。那么这个关键词概述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可以在里面找到一些关键词，并且呢，我们可以去优化这些关键词。我们可以通过谷歌去把你的关键词找出来它可以找出一些竞争小的，排名更靠前的一些有潜力的一些关键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可以来到这个，先返回一下，我们显示一下，我们点这个倒三角看一下，打开。那我们可以用这里面的工具来优化，并且分析一下我们写的文章。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我们刚才的这个词，比如说我还是刚才的青少年自行车。那这里呢，给大家换成一个中文看一下。那我们把关键词输入到这里。那我们也可以找这个下面这里有个 AI 换衣工具输入一个 AI 都可以。我这里就还是一个自行车，20英寸的自行车，然后点击这儿创建内容模板。我们点。那么这个里面同样可以在这里面输入你的一个目标关键词一次呢最多30个。那么它呢可以看到这里面它是有非常多的一些。它还会有一些关键词的推荐包括根据谷歌的前10名竞争对手呢，它会建议我们把这些关键词来加到你的这个写的文章里，因为这些关键词可能它会有助于你的一个。它里面呢还有一个反向链接呢，它给了我们就是可以尝试从这些网站它会给你一些网站。去建立我们网站的一个反向链接，来进一步提高我们自己网站的一个。所以当你的文章在写好之后，那你必须给它建立一个反链越多质量就越高，那你的网站在谷歌里面排名的话就越会高。所以这个反链在我们做网站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重。那它真的可以优化我们的文章你的文章能不能排名靠前，你的文章的一个观看度如何这些它都可以帮我们优化它都可以帮我们分析。那它还会分析你的标题你的标题里面有多少关键，你的文章里面又包含了多少一个这样的关键词，还有一个布局，这些呢它都可以帮我们分析。这里呢当然你可以直接去复制一篇文章粘贴进来让它给你进行一个分析呢，你会更加的明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又来看一下下一个工具下一个工具呢，它是一个关键词排名的一个那么接下来还是这个 SEO， 我们可以鼠标往下拉，在左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工具里面呢，它这个里面有一个是它提供了一个 SEO 的一个内容，那我们也可以用它来帮我们优化一下我们写的。这里我们点击一下这个。这儿给大家改成 OK， 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分析新文本，那这儿我们可以添加我们只点这个添加新文本，我这儿就任意的来复制一篇文，那么这里呢我就可以把这篇文章给它复制一下 Ctrl， 然后我们把它粘贴到这。那么这里呢我们要把我们的关键词加到这建议大家可以用英把关键词加，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点击这个 OK， 可以看到非常的快它这里就已经帮我们分析出。那这里你可以看到这我还是给大家，这里是英文给大家翻译成一个中文看。第一个就是可读性，第二个是搜索引擎优化，第三个是创意，第四个是语。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可读性是多少。读性的话，考虑多写一些文，目前1980个单词中的1374个这个呢可以再多写一些。那这个你的标题字数过多，说我们标题字数过多可以看一下这个研究表明有5到12个单词组合的标题是吸引用户最多的。那么这个我们就知道怎样去改一下我们的标题。那往下是搜索引擎使用你的目标关键词 AI 工具的好处可以看一下。这里面有添加推荐的关键词，可以看到它这里呢有给我们推荐一些关键词，我们可以给它添加到。那么在标题中至少使用一个目标关键词，不要多次使用每个目标关键词这里有告诉我们标题应该怎么样去写要检查你的文本语气，那么不要为你的内容带来麻烦，发布前呢检查它是否有差。这个就可以看到每一点它都能给你分析到，那么你可以根据它给出我们的一些建议来优化我们的这篇文。那么总之其实这个功能它真的非常的强大，
他会给出一些我们专业的一些建议，那你建议大家你可以去升级一下啊。如果说后续试用过后觉得还行，那么付费计划啊，它里面使用的功能呢会更有了这个工具之后呢，日后你在写文章的时候呢，你可以把你的文章贴到这个里，在这里面来进行一个检测，让它给你进行一些优化的一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到了下一个工具了，它的工具的名字呢就叫一个关键词排名的一个。这儿我们先切，那么这里我们还是点到左边，鼠标回到左边点 S 啊，在这里啊是这个工具。那这里还是给大家翻译成一个中文，填写一个域名，看一下啊，这儿我们需要一个域名来设置一个。那这儿呢，我们就拿这个 Hostinger 啊来举个例子。这个 Hostinger 就是一个出售主机服务器啊，就是还有域名的一个 APP。它里面也可以 AI 建站这些，就用这个它的域名来测试一下看。OK， 这儿把它翻译成一个，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域名给它填，然后我们这儿点一个设置。那么这里我们需要选一个位置哈，这个位置我们就选然后点那个。那这里呢可以看到它需要我们输入一些关键词，可以用逗号，手不要在那逼着。这里面它给我填了一些相关的关键。那么这儿我们就直接点一个开始。OK， 这里可能需要那么一点点的时间，因为它要去分析这个数据啊，那么也会根据你关键词的数量的多少。因为那么大家对做网站感兴趣的话啊，朋友观看小鱼儿的前2期视频啊，也都是从零教大家怎么样去制作一个。那么这儿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频道呢，主要是教大家呢怎么样去创建一个网站。这里呢，小鱼儿的每一个做网站的一个视频呢，大家都可以看到它的时长啊，都是从零开始创建的。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订阅我的频道，你也可以把这个视频保存起来、收藏起来啊，可以照着我的步骤来一点一点的去创建你的。OK， 这里马上就快完。那你给了多少关键词啊？可以看到它的时间。好了，这里已经出了。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是它的一个，那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大概的一个。那么我们这里给大家翻译成中文，我们来一起来看。往下拉可以看到，这就大概的一个显示的一些。OK， 这里呢我们点这个概述啊，大家其实也可以显示一下原文看一下，其实原文看起来更好。那么英文不好就只能翻译成一个。OK， 可以看到鼠标往下拉，这个是我们刚才的几个关键词啊，看。那么这里可以看到这些关键词81.1%，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这里简单的给大家讲。那比如说我们在这里谷歌搜索一个关键词的时候，那么我们越往下拉哈，可以它就是越靠。那越往上走呢，这个排名呢它就越靠。那越靠前的话，就证明它的曝光度就越高，那它的排名就越靠前。那么这个数值的话，它就会是在0到100之间。那这个数字越高的话，说明它的排名呢就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曝光度已经达到了80%这个它的排名呢就已经非常的靠前。那么这里怎么在那里查看关键词的排名呢？关键词的在这地方在这个 KD 的后面，这就是一个排名，可以看一下这个预检查器排名第1那这个是非常不错的。Hostinger 也排的比较高，那么说明其实这几个关键词呢都还是非常不错的，它都是靠前。那像这种排名11的，它就是还有一个优化的空间可以对它进行一个优化，让它排名更靠前。那在后面你还能看到它的一个它的一个能见度，也能知道它排名靠谱。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那么这边呢就是一些相关的一些域名给大家看一下这些专门做网站的，这里可以看到这里一个，那么就是我们的一个竞争，这个就是竞争对手的一个排名一个竞争者，看一下这下面这些都是竞争者那但是呢，这个 Hostinger 呢它是排在最上的81。那么下面你可以看到竞争对手，这下面还有竞争对手的一个差异这些后面你都可以看到关键词。那么有了这个工具的话我们平时可以把我们的这些关键词呢给它优化，那争取来把它排名到第1。那应该怎么做呢？说到这里呢，小鱼儿也再多说几句一个排名可以看谷歌的一个第10名的，这个是第1名的，第10名的是2.4%第1名是27%。那么我们就可以争取把流量呢我们去优化，让我们的排名呢更靠第1名呢，相当于是这个第10名的流量的。你的流量呢，你在第10名，你有100个流量。那如果说你排到第1名，你就会有1000个流量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差距真的非常。那么第1名的流量和第5名的这个流量它都差距接近一个5倍的流量。那么排名第1和第5的差距都是，那如果第5名你的流量是500，那么你能排到第1名去，那你的流量是2500的一个流量，这个500和2500大家可以可想而知。那么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想第10名的一个关键词，我们经过优化，经过分析，每天能拉到100，想办法让我们把我们的排名呢
靠到前，把500的流量呢变成5000啊！大家一定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OK。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讲到下一个工具。OK， 接下来呢，我们要用到这一款工具了。我们还是找的下面这里就是这款工具。这个工具呢，就是一个自然搜索的一个工具。那么这里呢，就可以分析我们的一个网站，它的一个不同关键词的一个排名。就说我们需要找到我们的排名，比如说你排在第几名，有哪些词啊？第1名的词我们可以不管，后面呢比较靠后的，比如说啊第3到第10几名的这些关键词呢，有哪些关键词？我们要想办法呢把这些排名给它往前靠，来对它进行一个优化。这呢我还是用这个 Hostinger 为例啊，大家呢你可以用你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网站来进行测试啊。这里呢我只是给大家演示啊，你就用你的相关的网站来进行一个测试，直接点击这里选择美国，这直接点击一个搜索。 OK， 这里呢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界面大概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可以先来找一下我们这个网站里面有哪些关键词，并且呢为我们带来了流量，哪些关键词呢比较靠后，你都可以看到这里它都全部有显示出来。这里还是给大家翻译成一个中文，比如说这个 Hostinger 呢，它肯定是排在第1的。那其实这个位置啊，它就是一个谷歌的一个排名。那这里点开它，这下面还有非常多的关键词啊，看一下。那么它这里面呢，它这个 Hostinger 肯定是排第1了，但是呢，它并不是每一个词都能排第1。这里呢，我们可以去筛选一下啊，怎么样去搜索？可以看到在这个位置这里啊，这里有个位置。那么这里有个位置啊，你可以去输入你的想要查找的一个名次啊，排的第几名，搜索，点击一个搜索就可以了。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其他的一些相关的关键词。如果说它排在第2名、第3名，我们可以给它进行一个优化，让它排到第1名去。那这样的话，它的一个流量呢就会翻倍。可以看到啊，其实每一个它里面都分很多细分的一些关键词。如果说要每一个都去优化的啊，这样难度会很大。但是我们可以从最简单的开始啊，每一个里面都可以看到它会有一个，这里有一个 KD。那么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搜索，在这个上面，我们点这个上面这里，我们可以从最低的啊，比如说0到14%的，从这些啊，像这种绿色的这些开始去进行一个优化。那么像这种绿色的，它的一个难度呢就比较的低哈，这种优化了，它就有可能排名靠前。我们可以看到这后面呢，它这里呢还有一个链接，那这儿我们可以直接点击来到这个链接看一下。当有人搜到这个关键词的时候呢，它就会跳转到这里。那么当有人搜索这个关键词呢它呢这个关键词它的一个搜索量呢，我们就可以去给它优化一下，尽量让它在谷歌里面呢有一定的排名。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章，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文章怎么样才可以把这个，比如说这个关键词啊，让它在谷歌里面有一个排名。接下来呢，我们就会用到另外一个工具。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左边这里 OnePage SEO。那这个呢工具呢就是一个单页面的一个检测啊，这里给大家翻译给大家看一下啊，页面 SEO 的一个检测器。这里呢，大家可以在一个新窗口来打开。那在这里同样呢，还是输入我们的一个域名啊，把我们的一个域名给它输入进来，点击一个获取。这里的话，你可以输入你自己的一个域名哈，我这里呢只是给大家演示。那么你把你相关想要查询的一个域名呢，就可以把它放入这个上面。这里提交之后呢，它会出现下一个链接啊，它会出现下一个画面，让你它会出现相关的一些关键词对应的一些文章，我们直接选择一个手动就可以了。我们需要把我们的需要优化的关键词还有文章的链接呢，给它连贴进来。这里的网站哈，还有关键词这些都要换成你自己的，那你就可以查看对手的一个分析报告。这里呢，并且呢，你可以看到它会给你一些建议啊。当你搜寻这个关键词的时候，它会在后面呢会给出你一些，比如说几个建议，你还可以直接针对这个页面呢进行一个优化你的一个关键词。它还会给你的这些页面出现的一些问题呢，给你一些建议，比如说一个 SEO， 那它还会有一个反向链接哈，这里就是说
寻找更多的一些反向链接。那什么叫反向链接呢？反链它呢就是其他网站链接到你网站的一个数量，链接到你的网站数量越多，除了看数量以外的话，还需要一个质量。那么呢，你还可以用这个工具呢来建立一个外链。可以看到你将获得的一些比如说战略思路、反向链接、SEO 想法。那这个就是专门页面的一个 SEO 的一个检测。这里呢，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反链。OK， 那提到这个反链，可能还有一些人新手朋友呢不太了解，我这里再给大家用 GPT 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做反链。那这个 SEMrush 里面的反链是什么意思？那大家也可以去注册一个 GPT 有什么问题我们也可以直接问他。如果说你还没有一个 GPT 账号，那么描述栏呢有一个成品账号，大家可以去购买一个，点击发送。那这里我就问他了，这个 SEMrush 里面的反链是什么意思？那反链呢，就是他这里说呢，就是指从其他网站指向你网站的链接。那么在 SEO 中呢，反链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搜索引擎通常将其视为网站信誉和权威的一个指标。那简单的就说在其他网站呢，它会直接跳转到你的网站，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反链的作用，下面我们可以看一下：提高搜索引擎的排名，增加网站流量，提升网站权威性，提高索引速度，建立行业联系。这个反链还是真的非常重要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呢就来看一下这个有一个反链工具就是这个。我们点击一下，这里还是给大家翻译成中文给大家看一下。那这里就是反向链接的差距，这里还是给大家复原一下那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把你竞争对手网站的一个域名可以给它填到这个下面。首先上面一个就填我们自己的一个网站域名，那下面才填一个竞争对手。那这里我还是拿这个 Hostinger 给大家举例哈。我们把自己的网站输到这上面，你有你自己相关的网站，把你的域名输进来。那接下来输入我们的一个竞争对手的，比如说一个 Wix， 那这样我们就把这个域名也给它放进来。那又比如说一个 Shopify， OK， 我们就把它加到这里。那下面它还会给你提供一些你的竞争对手的一些网站。那这里记住第一个放我们自己的，下面才放竞争对手的，这里都是做网站的。那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弄好之后呢，这里给大家翻译一下，我们直接点这里一个开始。 OK， 那这里呢就已经出来了。这里我们就可以看一下竞争对手呢有多少反链，用了哪些网站来建立一些反向链接。那我们的网站呢，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个方向。如果你自己单独手动去找的话，那肯定是非常非常慢的耗时又耗力，非常的麻烦。用工具找，大家可以看到分分钟就搞定了。那这里还是给大家翻译一下，翻译成中文。这里有个图表，我们可以看一下。那这个图表是非常简单的。这边的话，它的一个权重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Hostinger 是68， Wix 是80， Shopify 是88。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Shopify 它的一个权重分数还是非常高的。所以在这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你竞争对手的一个分数，其实最低的就是这个 Hostinger。那这边的话还可以看到一些数量比如说你看反量反链的那么多 ，Hostinger 有多少反链，Wix 有多少反链，这里面数量这些都能看到。这个呢也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数量，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些数据来进行一个分析。那么下面的话，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来查看一下，鼠标往下拉，我们就能看到在这里。那这个里面呢，它有可以看到它这里有几个反链 ，Wix Shopify 里面有多少个反链，或者这个网站里面可以看到它里面有几个反链在后面大家都可以看到相应的一个数量。那么这个呢也可以看到，这个 Hostinger 它一个都没有 ，Wix 有2个这个 Shopify 是最多的，来证明它的权重呢是最高的，因为它这个里面出现了一个反链所以证明它的权重是非常非常高。那么这里呢，在第一个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一个它的反链 Shopify 达到了100多个，我们可以直接点这个链接进来看。那这个呢应该是一个网络行销的一个平台。那么它这个里面的话，那这个
APP 还是非常不错的。如果说你能在这个里面获得一个返链的话，那么你网站的排名呢肯定会进一步的提升。这个都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这个呢大家直接去分析一下就可以了。比如说我们再换一个看一下这个，这是一个网页设计公司，这个上面大家可以看到，我刚才点的这个其实这个 Hostinger 它是没有任何返链的哈 ，Wix 有，最多的是 Shopify。那么我们在知道了这个一些返链的情况和数量的情况以后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进一步的建立我们的返链。那么这个 Semrush 系的话，它呢也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返链的一个建立工具。那么同样还是在这个 SEO 下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个链接，那这个里面就可以输入，比如说我们这里还是这个 Hostinger， 我把它的链接输入进来，把这个链接粘贴到里面，这里点击一个开始，这里可以直接点击开始链接建设。那么点进去之后呢，你需要点击一个关键词，点击继续。那下面的话是会出现你的一些竞争对手的一些网站你也可以手动在里面加系统也会加一些进来，就可以直接连接。那如果说你放的网站越多它花费的时间呢就越长。Semrush呢，它是一个强大的，它的功能是非常强大的。如果你现在想要优化一个网站，你手动去优化的话，可能你真的无从下手。那你可以做的一些东西，包括你的效率这些呢，都会大大的降低，浪费很多的时间。简单举个例子一样的，就像人家都在开始开车了，你还在走路，这个速度的话，大家可以知道人家就已经甩你一大截了。相当于我们的竞争呢，就完全就不在一个层级了。所以说我们这里一定要用好这些工具来把工具利用起来。我们网站那个链接的话，那么这个工具的链接呢，Semrush的链接我已经放在下面的描述栏里了大家可以打开去进行一个注册研究，也可以跟着这个视频呢一点一点的来进行实操根据你自身的一个情况，自身的一些网站，在这个里面呢，你就可以看到你的竞争对手建立的一些外部连接的一些网站，那你都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那么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方法，网站里面呢去建设属于我们的一个反向链接。这里面呢，大家可以认真去探讨研究一下那这种还有一种情况有的呢，你可以看到它的链接地址，看到它的域名，后面呢它会直接出现一个联系方式，那你可以直接在里面去发一个 email， 发一个邮件，你可以问他能不能在你的网站里面呢建立一些反向链接，有什么要求，我们可以直接给他发送一个邮件这个工具的话真的是非常的好用的。做网站的话，建议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注册起来可以进来仔细的研究一下，至少说以后你网站有任何的问题，你就知道该怎么样去优化。那这个呢，在最后一步就是我们需要找出我们急需要解决的一些搜索优化的一些问题。那我们来怎么找呢？ Semrush 的话，它也会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工具，我们点击这边的一个站点优化。那么同样这里给大家翻译一下你可以把你的域名直接粘贴进来。那比如说我要优化的是我的这个网站这个域名，我们这里点击一个开始审核。那这个时候它的系统就会运行会找出我们网站出现的一些问题，它会给我们进行一些分析，它会直接明确的告诉你哪些地方需要优化。当你在经营一段时间的网站之后，那你就知道我怎么样去优化我的这个网站把你的域名呢给它放到这个上面来你直接它里面会直接帮你分析哪些地方该修改，哪些地方该优化。那当你发现问题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直接点击修复。怎么修复呢？它也会给你一些解决方案，那你可以根据这里面它跟你指出来的问题来慢慢的去优化你的网站。那你优化的越多，那你网站出现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少，那你获得一个排名的机会呢就大大的提升了。那么通过这样一款工具，
我们就可以基本上找出我们网站目前存在的比较急需要改进的一些问题，让我们的网站排名更靠前。 OK， 这个工具里面大家可以看到，真的它的功能非常非常的多它每一个里面都有相当多的一些功能。那这里呢，感兴趣的伙伴呢你或者说你正在做网站的话，你可以进来自己好好的研究研究。那这里呢 APP 的链接我已经放在下面的描述栏里大家可以去打开，大家可以直接复制去打开，或者直接点击就可以打开它会直接带你跳转到优化工具的界面。如果说你一遍看还没有看明白建议大家可以收藏起来，可以多看2遍，把视频记得一定要收藏再多看几遍有任何问题可以留言，我们可以一起探讨。那么如果说你也对做网站感兴趣的话，那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视频再见。